大3的时候我追的他，在一起2年了，他有感情洁癖，我跟异性的任何接触他都认为是精神出轨。我不喜欢他的工作，他在酒吧驻唱，异性缘好，唱歌又好听，很多异性跟他示好，他都不懂得拒绝。他生活上的洁癖更严重，平时在家给我定下各种规矩，我觉得活得很累。可我也都是一片好心啊，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当初不顾家人反对留在天津陪他，现在他总是嫌我烦。我对他的爱已经被他的双重洁癖消磨光了，与其这样相处，还不如趁早分了算了。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聪24岁，来自秦皇岛，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王23岁，来自秦皇岛，平面设计。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是大学同学是吗？对。大几开始谈恋爱的？大3开始。大3，谁追的谁？我追的他。然后小片里说你为他留在了天津是吗？对。资料上面说你们都是秦皇岛人是吗？对，我们2个是老乡。你在小片里说他有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洁癖。对。我们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说，先说精神好不好？精神上的怎么了？因为我喜欢唱歌嘛，然后我之前一直在酒吧做这个兼职驻唱。之前有一次是这个母亲节，然后有一个特殊的活动，然后那天唱的反正也是比较嗨，然后大家下边气氛都挺好。唱完以后有个粉丝过来说，哎，那个我觉得你唱不错，我能送你束花吗？那行，那送束花有什么呢？然后拿过来一看，哎，是康乃馨。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挺逗，我就拍个照片发朋友圈。回去他一看，哇，那不行了。然后这没什么呀，那就是不能收女生的花嘛，那是女生送给他的，而且是喜欢他的粉丝。就人觉得我唱得好粉丝都是喜欢的，还有不喜欢的粉丝呢。那就不能有女生喜欢他吗？是，然后从这之后，就我每次去唱歌，他就有的时候偷偷的，有的时候直接就那么跟着我。然后有一次我就正在台上唱着歌呢，我就突然看着，哎，他在台下跟人要撕巴起来了。然后我就特别害怕他受人欺负，然后还要把这个台上这个演出完成，完事儿以后我就下去一问才知道，他跟人急眼了，说人家拍我。拍呗。那不能拍呀，那是我的男朋友，为什么给他们拍嘛？我的天哪，孩子你多大呀？我觉得我之前谈过一段恋爱，然后那段感情我觉得还是让我挺受伤的。然后我就有了新的感情，我就希望这段感情像白纸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些女生就是我白纸上的黑点儿。哎呦我的天哪，哎呀，这个他跟人打起来了吗？后来？反正弄得鸡头白脸的，那个酒吧我就不好意思待了。那肯定是。完我就换了一个。换了一个，这回粉丝没问题了，老板又不行了。为啥呀？老板是女的？女的，就是那老板觉得我不错然后就说我这有资源，给你录个单曲吧。对于我这种非专业的歌手来说，就有这样的机会挺难得的。然后我就给答应了，然后他又不行了，死活不让我去，又哭又喊的，就觉得不行，那是女老板，你去了就得把你怎么着。那女老板肯定是对他有意思，要不然他们一块唱歌的也有别的小男生，为什么光偏挑他呢？就他觉得我唱的还不错。是，你害怕你男朋友去了被欺负是吧？是，肯定是对他有意思。好。完了这事儿没算完，当时我没去嘛，人家就打电话过来了，哎，这不乐队都等着你呢，咋不过来呀？完了我这刚要解释，他把电话抢过来了，咔抢过来就。你居心叵测，你心怀不轨，你这狐狸精怎么着，然后啪电话摔了。真的假的？真的。不夸张啊？不夸张啊，这原话呀。是你说的吗？我一直就不喜欢他驻唱这份工作嘛，然后他就非要去，还有女老板给他录这个单曲。那不想多挣点钱吗？刚毕业也不容易。你说且说没钱的，啪手机摔又买新手机。可是我就是觉得，他就有的时候跟那个异性就是有点把握不好交往的尺度。就有一次，他下了班之后送一个喝醉了酒的女同事回家，还
还给人那个扶屋里去了。反正这事儿他没跟我说。你说俩人要没事你跟我说能有啥的？这是还是我翻他手机的时候看着的，要不然我还蒙在鼓里。他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没有，人家跟他说谢谢他送他回家。我一看平时就挺好的姐们儿，就处的不错。然后那天人家喝多了，哎，你明明知道他这样，你就别这样嘛。对呀，你知道我在意这些，你就不要这样嘛。但是我感觉那人家自己在天津打拼也挺不容易的。然后那我就容易吗？我在家等你，你天天下班那么晚回来还不知道干嘛去了。回头你晚回来不是唱歌就是送别的女的回家去了。我就那一回，你咋还是？那万一有别的回我不知道呢？哎呀，这个事儿不禁想啊。你以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你不是说他精神洁癖，他受得了吗？那受不了。他以前可谈过。对呀。赶紧跟他分吧。不行。还不行？那怎么办呢？他谈过了呀。他必须。就要一说这个事儿，就他生活中经常把我前女友事儿揪出来。干啥呀？就他经常在一些奇奇怪怪的时候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说在家敷面膜问我，他是用泥儿的还是用纸的？接吻的时候他会问我，哎，你跟他感觉好，跟我感觉好？真的假的？你那个手你是扶着他后脑勺还是扶他腰？那他那个前女友，我的天哪，姑娘，你要干嘛呀？他那个前女友是他心目中的女神嘛，长得又白。女神不是现在换你了吗？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女神。可是我跟婷婷都已经是过去时了。婷婷，你看他又叫他婷婷，哎，就每次就说话总是叫他婷婷的。不是，我就说他忘不了他，我跟他大脾气也发了，小脾气也发了，你怎么还是叫他婷婷呢？我的天哪，这姑娘，哎呀，这是你从你们学校哪儿找出来的这么一姑娘啊？你当时为什么追她呀？因为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长嘱咐过，说你上大学一定要追一次你自己的男神女神，这样你的人生才完整。然后我就觉得她长得不是她啊，婷婷。那你就别说了呗，就是你也是，哎呀，那是谁？就是婷婷，讨厌。就是我那个就是我就觉得她长得挺女神的，我就试一回呗。不说了，过去了啊！你下次你也问他呀，你也问他前男友的事儿啊，多过分呢！啊，你觉得过分哈？啊，哎，他要是问你前男友的事儿，你心里别扭吗？不别扭。他可以随便问是吗？我不说。哦，你不说呀？那你为什么不说呢？我不是怕他在意吗？哎呀，那他对你怎么那么缺心眼？你都说了。我不能，不是你知道，我要是回答他，我要是回答快了吧，他就说你敷衍我啊；我要回答慢了吧，他就说哎你又犹豫了啊。我就得刚好掐在那个点儿上面。你要不回答他呢？我要不回答说这你能不记得吗？你女神呐！哎呀。这个刑讯逼供是有一套的，这姑娘，这是在精神层面是吧？对，生活里呢？生活里边更过分了啊！就是她就是爱干净，这个不是爱干净了，有点洁癖了，就说你说你爱干净，我陪你一块爱干净，我保持不就行了吗？啊，那不行，那就基本上隔2-3天就得拉着我一块就是把那个地板砖那个缝拿牙签给抠了。对，那个地板砖那个缝，它不能颜色不能变黑。我说一个租的房子，你干啥非得这样啊？还有真拿牙签抠啊？那必须拿牙签抠，还必须一起抠。还有这个外边超市买来东西，就是那个吃的啥的，得拿洗衣粉洗一下，就是包装袋洗一下。干净一点嘛，现在外面那么脏。哎呀！是，然后还有买的那一些，比如说贴身衣物啊，什么毛巾呐啥的。锅里煮，那是应该的啊，买。我也不知道哪学的这招都是。这些都是小事情，你别小题大做嘛。不是。哎呀，我的牙呀，这大过节的，你说这个，哎呀，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此刻吃饺子是看着这节目了，不用放醋了啊，挺酸的，就这么嗲呀，你受得了吗？开始觉得挺好的，后来就不行了，经不住了是吧？啊，对，接着说，还有什么呀？就这个我就觉得挺过分的，有的时候回家以为他做饭呢，打开锅一盖一看里边
煮着毛巾、衣服啥的啊，那种感觉特别惨，特别惨，真的特别惨，真是啊。然后就。我觉得你不要光说我，那你呢？就他知道我就是挺受不了这些的，然后我爱干净嘛，有的时候小猫、小狗、小动物我都是离得远一点，然后他吧偷偷的抱回来一只小狗啊，然后那个就是也没跟我说，到家我看一只小狗，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站。你不会把狗煮了吧？他没。啊，那就行了，我们放心了啊。但是我就是为了你考虑，所以我领回来之前我都给他消完毒了，然后给他打预防针了，这不挺好的吗？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现在我想起来还极其过分的事儿。啥事儿？他就我那天上班走的时候，狗还跟我拜拜来着啊，然后等我一回来没了，去哪儿了？他给送人了。送人了？送给谁了？我也不知道那谁，我不认识。送给我的朋友，我觉得我还是挺为他考虑的，找到了一个喜欢狗的朋友，他会好好对待。但你得跟我说呀，你说都没说，我那么深感情，你说送就送了啊？那你把他抱回来的时候也没跟我说呀。啊，这事儿倒是你做的不对啊，你应该求教一下他。我寻思先斩后奏嘛，你抱回来没准养2天就喜欢了。啊，行，你怎么着？你过不下去了？我真过不下去，我开始这些事儿说出来是小事儿，但其实你真放到自己生活中，你一体验就感觉了，真是让人受不了。啊，反正是不经细想啊。姑娘，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姑娘吗？我一直是这样。一直就是不会好好说话，他不一直这样。我就是。你能好好说话吗？我这就是好好说。哦，你这就是好好，哎呀，我的天哪！你当时就喜欢这嗲声嗲气是吧？当时不是因为嗲声嗲气，当时我就觉得挺温柔体贴的，然后就觉得他应该是，就感觉是。肯定能专一，不像我原来，因为其实我从那女神身上也挺受伤的啊。就她能，我觉得她能好好对我一个人。就女神伤了你啊，你准备伤她？不是，我不是伤她，我是女神对我不好，就是她就是那种身边总围着好多男生，就是给你一种你永远都是一个备胎的，受不了那个呀。那你身边就围好多女生。你看，我说的就这意思。这是你男神吗？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男神和女神都不好驾驭啊！来，我们看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个洁癖啊，其实在我的从业工作当中经常接触。这个洁癖是什么原理呢？把我自己弄干净了，我身上不允许有一点污点，所以他就要不断的把自己身上认为的脏东西把它洗掉、扔掉。所以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其实你找男朋友不是那么好找的，因为你要真的找一个有感觉的很难。但是一旦找到了，这个男人就是我的了。那我得把这男人洗干净喽，包括过去他的情史，那都是脏东西，所以他得不断的洗。哎，他问多难受啊！是他很累呀，但是他就问是一个洗的过程是吗？对，那就是他的污点，所以他必须得洗掉。实在他自己问烦了，最后觉得这关过了，这才算干净。他不允许一点点的不好，一点我也看不下去。他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就活得非常的累。但是这种情况往往也就意味着一种社会适应不良。我看资料，最近你是在家上班是吧？不出门，越不出门，越在家待着，他越严重，他只能洗你。等他出去以后呢，最后各种的社会的交叉，让他慢慢的脱敏，他才有可能慢慢的去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觉得把他放在家里，你认为是一种安全，或者你觉得能够养他，或者觉得你能接受这现状，对你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你特别的累。你每次都注重细节，但是发现你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你越想抓住东西越来越难，所以需要一个不断的调整。好，谢谢于老师。我想问男生一个节点，你是跟你的女神分手多久追的她？大概几个月吧。几个月？不到半年吧？不到。所以我想通过你的事情告诉给很多男男女女，有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新一段恋情是因为旧一段恋情刚刚分手，这个时候寂寞空虚。特别是受过伤的人，他在找下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想啊，因为上一个人身上有这一些我不喜欢、我驾驭不了的特质，我找下一个一定跟这个要相反，越反向越好。所以你找的一个女生，你只有2个特点：第一，对你完全专一；
恭喜你找到了。第二，一定要非常温柔，你又找到了。所以你找的这个人真的是你想要谈恋爱的对象吗？不一定。我们知道谈恋爱对象有好几个标准，第一个标准，你们两个至少在很多事情的原则上面是要一致的；第二个，你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第三个，你们俩能聊到一起来。所以有很多地方其实你俩并不一样。所以男孩，不管你最后要不要跟女孩分手，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不要因为刚分手就随便找一个反差很大的人。如果你要是这样又去找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人的话，是不是其实你并不是喜欢那个女生，你仅仅是因为那个女生跟他差异很大。所以想清楚再谈恋爱，对你们才是最合适的。那回过头来对女孩来讲，我请你记住一点，苛刻的爱情是享受不了爱情的甜蜜的。你总是担惊受怕呀，他今天跟哪个女生又在一起聊天了？天呐，明天他会不会跟那个女生还要拍个亲密的大头照？完了，后天他会不会又送一个女生回家？小心翼翼的谈恋爱，那不叫恋爱，那叫担惊受怕。所以考虑清楚你想找的人真正是什么样子，再去寻找，再去考虑要不要真的跟他在一起。好，谢谢小波老师。首先，我先跟男生说哈，不要轻易给人家下定义。什么双重洁癖，人是吗？像生活当中仅仅是他一些爱干净，或者是有些习惯跟你截然不同，让你觉得不舒服，不要轻易给人下标签。一旦你下了，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你对他已经其实戴了有色眼镜了。一旦先入为主，觉得他这是一种病态了，那他做的哪一件事都会被你无形当中放大。我觉得他很多的这种行为表现有他的幼稚点所在，但是我觉得正常。比如说避讳你的前女友的名字，甚至于老问你当时做一些比较，当时发生的事情，你那会儿你们是什么状态？同样的事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我视我的老婆为女神，但是我不是她第一任男朋友。我有一段时间极度介意她之前的事情，而且我还老追问，每问一次说出来我就生气，就是这样。但慢慢的呢，让我知道哦，翻来覆去不同角度，然后我问，其实就是那么一点事儿，我反而就释然了。我是一点一点从特别生气到生气，到还好，到无感，现在基本上就没有感觉，也想不起去问了。这是一种过程，某些人存在，不一定你可能不是，但他有，但背后反映的是什么？他真是很在乎。虽然你的过去他没有介入，但是他特别的觉得是一种遗憾，甚至于是一种怪罪。为什么我们不当时早点遇到，对不对？但其实这都是无理，但都是感情上因为对你的爱。只不过他很幼稚，底下有人给你拍照了，他会居然跟人家吵起来，比如说送你花了，他会很介意。在感情方面，他是对你真是专注到只有唯一世界就是你啊，所以你该不该多体谅他一些啊？该不该一些事情需要去避开就避开了？就比如说要送喝醉酒的女同事深夜回家这种事儿，就不要干了，好不好？对他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就这样。谢谢曲总。我喜欢一句话：当一个女人倾其所有的爱你的时候，男人应该心存敬畏。因为当一个女人不顾一切的爱你的时候，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事是你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完全属于你的女人，坏事是看你自己是否能够承担。你想找一个对你专一的女生，但是你是否可以用同样的专一去回馈她呢？很显然你做不到这一点。而对于女生来说，自己是对方的唯一，对方是自己的一切，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境界。但是这个完美的概念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真正要拥有一个人的全部，并不是要拥有他的过去，要拥有他的事业和他全部的关注，而是你在他心目当中作为爱人，你有唯一的位置。你错误地把这个概念给模糊了。你认为一个人属于你，应该是他所有的一切，他的社会资源，他的所有情感，他的所有时间都属于你，那你就错了。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你只能作为爱人，在他心目当中有唯一的位置。其次，你有很严重的患得患失。
君子使物不以物使。你喜欢某样东西，但你不能因为喜欢这样东西而被它所害了。你因为喜欢它，但是又担心它不能完完全全专一于自己，所以你担惊受怕，你觉得总有什么东西会把它掳去。但是如果你要每天都这样想的话，有一天这样的机会肯定会来。还有一点，我不太喜欢女生无病呻吟。我刚看了一下你的年纪，你也有23了，偶尔撒撒娇就可以了。要是多了的话，挺腻味，对不对？真受不了了啊！在恋爱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一种方式，只要对方愿意接受这种方式，就 OK。害怕的就是对方不能接受，那就调整吧。别任性了，老大不小了。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咱们2个也在一起这么久了，然后中间也有挺多美好的回忆，而且当时我为你留在天津，你也说挺感动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感情的，你不能就这样抛下我了，那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你有些东西是忍不了，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需要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你说我哪儿做的不好？要是我可以不那么爱干净，也可以不那么控制你，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别跟女生有交流。不过你要是觉得介意，我就会改的。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小鹏老师，这个在你们女生眼里算是小鲜肉吗？年龄算，样子不算。啊，就是他实际上这不构成这个小妹妹说的有那么多女生都对他有非分之想。至少作为成年女人来讲不会。啊，听明白了吗？啊，回去吧啊。来，请关门。来吧，来，来，姑娘，来吧。来。有话跟他说吗？有吗？来，我送你一句话，这2句话很适合你们俩。一个男人的任性程度不能超过于他所担当的能力，一个女人的任性程度不能超出于她所扮演的角色。你只是他的一个女朋友，你并不是他老婆，你也不是他妈，也不是他女儿，所以适可而止的撒娇。他不能回馈你专一的爱情的能力，所以他也不能这么任性的去找你这样的女生。怎么了，姑娘？这结局不是挺好吗？我觉得我还是爱他的。没人说你不爱他啊。我还是希望他也能转过身来啊。我去台下，我还会继续找他，因为我觉得我能改，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你干嘛不找一个能接受你这些问题的人呢？换一个角度去想啊，咱们不勉强你，不强求你，成年人就是要尊重对方的选择。谢谢你啊，请回吧啊，找去吧。